第一个是后手要追着前手走，这是一个在架势上面的一个要领。第二个，他要从这边回来啊，他还是要保持那个张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个手从这边到这边的时候，他回来，他要到这个地方来，他要怎么保持到这个张力？所以他必须什么？他必须走过不同的曲折方式。所以你这个回来的时候，重点还是什么？手肘要往上提。你这个回来是手指回来，可是手肘要往上提，它才能够维持到那个张力，是不是？你不能在这边让手用手肘的弯曲让手回来，这个时候张力就没有了啊。所以当我这样的时候，我手指回来，我的手肘往外往上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自然下来了嘛。好，到这个地方我要过来，我怎么还能够维持住它的张力？你的手肘如果往这边掉，张力就没有了。所以你的张力，你的手肘必须还是什么？还是必须尽量往身体靠。所以这个手往下的时候，你的手肘还是要尽量往身体靠。你越往身体靠，那个张力它越满，是不是？所以你下来的时候，你看从这边，然后手肘下来，这样子维持住它的张力。因为他的动作，他不是做两个圈的，他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这样子。他的后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原则，八卦拳的后手，尤其是后手必须藏着。就当我这个手在前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个手，我的后手要跟的时候，我的后手必须在这边藏着。它不招你的眼，不吸引你的注意。你如果在这边，你的手是这样子过来的时候，你的后手就漏了。这样不懂？跟搂膝咬步。对。所以搂膝咬步，它从哪里走？它从这里走。所以它的走，你这样子它就掉了，这样就掉了。所以它到这边的时候，它一定要从耳朵这边。手肘放平，这样过来。那有些人说了，有些人就说：“啊，你这样子你没有承肩坠肘，所以他们成为这样子，那就错解了承肩坠肘了。”看不懂？那我练小行吗？我练小，我的搂膝咬步我就这样练，行吗？可以，因为当我这样的时候，我的手肘在哪边？我手肘在这边，我手肘在这边。我的手肘不是在这边，看不懂啊？所以我的手肘在这边，啊，然后手肘落到这边，手肘从这边落到这边，它就有一个浪了，它就有一个弧度出来了，啊，你说这样练为对，那我这样练就错吗？我如果形意拳，我就要这样走啊，或者我在打斗，我就要这样走啊，这是长嘛？这是另外一种劲了。这个劲跟这个劲不一样，晓得吗？这个劲就像太极，这个劲它有一个膨劲在，这个劲它没有，这个劲像八卦的劲，它是很利的，很尖锐的，啊，晓得吗？所以我们的身体，你如果每一个关节你能够达到它的活动的自由度，我们的身体在应用当中，你要怎么用都可以，只要达到你的目的，你要怎么用都可以。可是你如果要去锻炼一种特别的功能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啊。你不能说我要练这种功能，可是我用的方式是另外一个方式，那基本上在逻辑上就错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所以这些我讲了，那个理跟术必须要配合。那你看现在很多人打形意拳或什么，他打形意拳就是这样打嘛，他就是这样打嘛，他就是这样打嘛，他就是这样打，他就是这样打，是不是？你说行吗？他把形意拳当成拳击打，是不是？那你这种打法没有错，拳击也有很多打法。你说以打应用来讲没有错，可是你说你是在练形意拳就错了，因为跟理不合，你的力量不是形意拳的力量，看不懂？你的拧果呢？你的拧果砖呢？没有，看不懂？啊，所以我们讲对错是有一个范围的，有一个范围的，啊，再讲对错。你如果没有一个标的，没有一个标准物，没有规矩的，没有限制的讲对错，那就是耍流氓啊，那就可以随便讲嘛。我这样讲好像在讲政治。啊，对嘛？当没有一个标的物为准的时候，没有一个为准的时候，你去讲对错，就没有办法讲，因为我的标准跟你的标准不一样嘛，是不是？啊，所以在辩论以前，学术在讨论以前，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定义，要定义我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个定义下面来做讨论，这种讨论才有意义嘛，是吧？啊，所以我们的那个保单条款都有那个定义名词。对啊，所以你们保单啊这些地方哦，所以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你知道吗？因为一般人他没有这个习惯去认那个定义，所以他头脑里我保单写了你那个定义，你那个东西，你讲的东西，他认为是他认知的那个范围，重大伤残，他认为，我认为重大的就是重大啊，可是保单的那个重大是很重大啊，失去行动能力，四肢都没有。像诊所住院不能算住院啊？诊所不是医院级。对呀。可是，一般的保险人，他没有这个认知嘛，所以他签的时候，他头脑里的定义跟你们的定义根本就不一样。那你念给他听，那我们这个定义是什么？他可以，我知道。他说可以知道的，他根本就没有听懂，他根本没听懂，是吧？对，好，这样不懂。所以我讲，我们练太极拳，我们练八卦拳，或者你要练其他任何拳，你先要知道这个拳的核心是什么，他在练什么，他在练什么。八卦拳要练的东西跟太极拳要练的东西不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拿八卦拳的身形动作去练太极拳，你也不能拿太极拳的东西来走圈，那就是错的，听不懂？所以我说你不能拿你是练长拳、练少林拳的，你说我去练形意可以啊，你要转成那个练形意的那个身价跟力量，你可以去练形意，会很好，因为那个基础是好的。可是你不能直接拿少林拳的那个身价跟力量去练形意拳，这就错了嘛。你更不能拿少林拳的这个身价跟力量去练太极拳嘛，那就更错。听不懂？你说我练少林拳的就不能练太极拳吗？可以啊，你用你这个根基去转成太极拳的那个要领，你会转得很好，你的基础比别人好，你可以转，可是你必须要转，是不是？所以我说你不能穿插，我不是说你练少林拳就不能练形意拳，不能练太极拳，不是的。
啊，你练八极拳就不能练这个太极拳，你就不能练这个？不是的，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不能拿着同样一个肢体的习惯跟力量去练去套用在其他的拳种上面，不行。你同样的长拳系统可以，你说我练长拳，我在练螳螂拳可以，它是同一个系统。我练小红拳、大红拳。我练茶拳可以，它是同一个系统，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跳到另外一个系统去，你就不能拿这个系统的要领去练那个东西，然后你说我练的是这个，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你不懂。就我们拿着说中文的习惯去说英文，人家也能听懂，人家勉强也能够知道你的意思。沟通也没问题，可是人家就知道你说的是杨金邦嘛，你的思维就是那个华语中国化的思维嘛。你这种英文你在平常旅游用可以啊，你不能上台演讲，你用这种英文来演讲吧？听不懂？你要正式学英文，你就要转换成英文的思维，去练习英文的腔调。是不是？啊，这样才对嘛，不然像联合国那个笑话，那个日本的一个代表起来发言，讲一大篇，讲完了，那个主席说：“请你用英文发言，好不好？”他说：“我刚才说的是英文啊。”听不懂？武术也是一样，所以我讲的你不能跨拳种的原因，不是那个表面的，是你的每一个拳种的核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我在练太极拳的时候，我就拿的是太极拳的那个要领跟核心来练，我不会把八卦拳的要领跟核心去练太极拳，是不是？现在有应该看了影片吧？现在有太极拳螺旋太极。对呀、而且还在招生中。对呀、这就是都不懂，他以为那个不同的招式动作就代表是那个拳种了。哦，掤就代表太极拳了。啊，这就代表八卦拳了，不对的，太浅了，晓得吗？对拳种的认知太浅了啊！我摆出这个，我就是螳螂拳了，不对的。啊，好，来，我们4点半，我们来